第196章敲打。斑驳古老的青铜长桌两侧，一道道模糊的人影在深红光芒的簇拥里拉伸变长，固定了下来。四周则一如既往的安静空旷，似乎千万年来都未被生灵闯入过。下午好，愚者先生正义奥黛丽轻快愉悦的嗓音很快回荡于根根石柱撑起的宏伟宫殿内。克莱恩含笑颔首，看着众位成员在正义小姐带动下简单完成了彼此间的致意。这里面隐者加德利亚毫无疑问显得较为沉默，在奥黛丽看来，对方藏着不小的心事。等到声音平息，成员安坐，愚者克莱恩先扫了正义小姐一眼，让这位心理医生瞬间明悟了他的意思，为小幅度举手，抢先发言。他随即望向隐者加德利亚，不甚在意般轻笑了一声：“你告诉贝尔纳代，他可以用一定的事物换取一些答案。”贝尔纳代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而非神秘女王黎明号的主人或要素黎明的首领等代称后，加德利亚就明白愚者先生已了然一切，知晓一切，自己的那些小心思根本瞒不过他，这让他的心情愈发沉重，难以遏制地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短暂竟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话语来应对。在他看来，愚者先生刚才话语的真正意思是转达这句话，但也只能转达这么一句话，额外不能多说，甚至不能有任何暗示。这言外之意指向什么？加德利亚认为自己很清楚。贝尔纳代，这是一个常见的英蒂斯女性名字，会是谁呢？她希望换取的答案是什么？和隐者女士又是什么关系？隐者女士私下做了请求，愚者的回答是可以。不是这样，肯定不是这样。如果是私下的请求，合理的请求，愚者先生不会特意当着我们的面提及，直接就在隐者女士祈求时回应了。他这是告诫。正义奥黛丽忘记了观察其他成员，脑海内先是闪过了一系列的疑问，接着借助观众途径的敏锐，把握到了愚者先生的真实意图。旋即，他有了一定的猜测。隐者女士私下里用暗示的办法，将我们塔罗会的事情透露了一点给那位贝尔纳代女士，因为对方渴望获得一些答案。愚者先生对此不是太满意，所以直接点出了这件事情，给触犯者一次警告。真是的，怎么能把聚会的事情透露给别人呢？我连苏倩都没讲，这会给大家都带来危险啊！还好有愚者先生在。奥黛丽险些忘记形象和礼仪教育的鼓一下腮帮子，她初次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塔罗会成员都像自己这么有归属感，这么崇拜和相信愚者先生。倒吊人阿尔杰魔术师福尔斯月亮埃姆林心中也有着类似的疑问和猜测，只是各自关心的重点不尽相同。阿尔杰一边期待着愚者先生还会做什么，一边苦苦思索贝尔纳代这个常见的英蒂斯女性名字究竟代表着谁，为什么值得心思深沉的隐者冒险透露塔罗会的少许情报。福尔斯在担忧塔罗会的存在会不会被泄露出去的同时，已瞬间构思了一个间谍与反间谍的故事。埃姆林幸灾乐祸的旁观着，认为隐者简直愚蠢。嘿，连我们血族的始祖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愚者先生，并派出我这个特使接受培养，你一个半神都不是的家伙竟然想在愚者先生的注视下做小动作，是嫌生命太长了吗？果然，我没法理解短生中的某些想法。罗塞尔大帝说过，只能在夏天存活的虫子是没法真正知道冰雪长什么样子的。月亮埃姆林姿态放松的靠坐着，毫不掩饰的摇了摇头。太阳戴里克没想那么多，只是隐约觉得气氛有点不对，遂半是好奇半是疑惑的问道：愚者先生，贝尔纳代是谁？问得好，我还以为会是正义小姐来垫这一下。她似乎有点生气，以至于暂时不想说话。克莱恩暗赞一声，轻描淡写的回答道：罗塞尔的长女，黎明号的主人，要素黎明的首领。他将贝尔纳代的身份一一讲了出来，让他在塔罗会成员们的面前再没有秘密。而之所以用黎明号的主人代替神秘女王，是因为克莱恩觉得愚者不可能称呼贝尔纳代为女王。黎明号的主人，神秘女王，她竟然是罗塞尔大帝的长女。哈，隐者，我可以确定你就是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了。原来你和神秘女王决裂的传闻是假的。倒吊人阿尔杰内心一阵兴奋，只觉自己近3个月来被压制，很局促的感觉一下消失了。这让沉稳的他忍不住在心里嘲笑了隐者一句。罗塞尔大帝说过，玩弄火焰的人必定会烧到自己，而星之上将你竟然敢挑战一位神灵的洞察力。此时此刻，阿尔杰颇为庆幸自己当初虽然也做了一些小动作，
尝试着弄清楚愚者先生的身份、目的和当前状态，但这不涉及外人，不存在泄露，所以未直接受到敲打。因为他当初介绍过4王和7位海盗将军，所以正义奥黛丽等人略作回想，也迅速确定了贝尔纳代就是神秘女王，是纵横无海的半神，并一致的诧异于罗塞尔大帝的长女竟然还活着，活到了现在，并且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人物。神秘女王想获得的答案在罗塞尔日记里，结合前后事项和话语，奥黛丽隐约猜到了贝尔纳代的目的，认为大帝的长女想弄清楚父亲被刺杀的真相。这时，隐者加德利亚已找回了思考能力，侧身望向青铜长桌最上首，不存侥幸之心的说道：“是的，我犯了一些错误，我不为自己辩解，那确实是错误。愚者先生，无论您怎么处置我，甚至是杀掉我，我都愿意接受虚伪。愚者先生如果想惩罚你，你还能有办法反抗吗？”倒吊人在对面嗤之以鼻，这种简单的话术，他一听就听出了问题。隐者女士还是有些害怕啊。正义奥黛丽从加德利亚侧身附带的细微动作和用词造句里品出了对方隐含的恐惧。在他看来，特意强调被处死也愿意的人，往往很害怕就此死亡。魔术师福尔斯则从愚者淡然平静的态度里找回了安稳，认为塔罗会的情况应该没有泄露，或者说泄露的部分无关紧要。于是他和月亮埃姆林一样，有些好奇又有些期待的等着看愚者先生会做出什么样的惩罚。太阳戴里克依旧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明白隐者女士为什么突然自求处罚。这个时候，见愚者先生短暂沉默，隐者加德利亚克制住不安的心情，微抬脑袋，不着痕迹的观察起浓浓灰雾之后的这位存在，试图把握到对方的真实意图，以便做出更准确的应对，免得又犯错误又有惹怒，让事情再也无法被挽回。他黑色的眼眸内深自暗蕴，浮动出神秘的意味，看穿了那层灰雾，看到了愚者。突然，加德利亚的眼睛一热，流出了虚幻的鲜血，他的耳畔随之响起邪异的、可怕的、堕落的、语言难以描述的恐怖嘶吼，这让他的知觉瞬间被极致的痛苦占据，身体出现了不受控制的抽搐和颤抖。他脸庞、手背以及衣物未遮挡的地方，很快裂开了一道道可以看见血肉的缝隙，里面黑虫和白蛾蠕动，即将形成一只只不可名状的眼睛。加德利亚的惨叫声和痛哼声回荡于灰雾之上，听得倒吊人阿尔杰、月亮埃姆林、魔术师福尔斯等人面面相觑，似乎直观感受到了对方正承受的痛苦。与此同时，模糊的影像变得较为清晰，让他们看清楚了隐者的身体一变。那又恶心又狰狞的画面吓得正义奥黛丽唰的一下收回了目光，腰背挺直，目视正前，不敢动弹。其他人的反应虽然没这么夸张，但也有相同的意味在。那真实造物主的一语确实好用。被灰雾笼罩的愚者克莱恩看到这一幕，由衷的感慨了一声。他刚才之所以没立刻回应隐者加德利亚自求惩罚的话语，就是因为想确认对方的眼睛是否有特殊，是否能窥探自己。为此，他将提前撬动的些许神秘空间力量隐藏在了笼罩自身的灰雾之内。作用是一旦有谁依靠非凡能力看穿障碍，就把这种打量转接去火种手套，这等同于非凡能力的主人直接用精神测量那被真实造物主污染了的物品。于是，在克莱恩没借助灰雾特意压制影响的前提下，隐者加德利亚自然而然听到了真实造物主的意语。先是使用非凡能力的器官严重受损，继而被塞满痛苦，出现异变。如果星之上将没有打量，克莱恩预备的方案是让对方向塔罗会成员们道歉，由众人商量一个处罚办法，以此体现民主。而不管怎么民主，小惩罚不提，大惩罚最后肯定都是用撬动的神秘空间少许力量将隐者加德利亚与火种手套联系在一起。等待了2秒，克莱恩见好就收，双掌轻抚了一下，让灰雾无声无息压制住真实造物主的意语，平复了隐者加德利亚的异变。星之上将的颤抖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平息，身上的血肉裂缝逐渐合拢，思绪一点点回归，重新感受到了周围的一切。这时，倒吊人阿尔杰低沉着说了一句话：4警告4字语，不可窥视神。第197章杀人请求。不可窥视神。倒吊人阿尔杰的低语声很快就平息消失，但在众人耳中，他依旧回荡不止，让他们警觉了一个事实。虽然愚者先生平时没什么架子，很少开口，几乎有求必应，
给人的感觉更偏于温和，但他始终是一位神灵，不可窥视的神灵，高高在上，超越现实的神灵。正义奥黛丽、月亮埃姆林等塔罗会成员心中本能就接受了倒吊人先生改动后的说辞，假装不记得那句话原本应该是不可直视神，因为他们时不时就看向愚者先生，提出问题或征询意见，而愚者先生对此似乎也并不介意。当然，其实并没有直视，因为有浓郁的灰雾阻隔。看隐者女士刚才的样子，愚者先生这是为我们好啊。正义奥黛丽缓而慢地吐了一小口气。这个时候，愚者克莱恩心中的想法却是，倒吊人先生很配合嘛，我预备的是操纵世界，说类似的话语，完成敲打的最后一步。他原本觉得让假人世界点一句神灵不可欺瞒或神灵不可窥视会相当尴尬，以后如果被人知晓所谓的卷者所谓的世界其实是愚者的小号，那自己就没脸见人了。但后来想了想，世界好像早就做过类似的事情，也不差这么一件，而且不让人知道不就行了吗？去除掉心理障碍后，克莱恩正准备按照排练的内容一一上演，谁知实际情况比他预想的更好。倒吊人似乎被敲打隐者的过程震慑了心灵，主动替他说出了不可窥视神这句话，整体效果一下变得更自然更完美。隐者女士泄露塔罗会情报的问题，愚者只是简单点了一下，用言外之意做了次警告，而他后续的遭遇源于对神灵的窥视，并非愚者有意为之。这就是我最希望得到的结果，这能最有效的维护愚者的形象，毕竟神灵是不会和凡人斤斤计较的，这太掉位格了。不过隐者女士这行事风格也太大胆了一点吧，我今天才发现和确定，他窥视愚者不是一次两次了，虽然谈不上抱有恶意，但也是值得敲打的事情。嘿，我之前的反应让他以为我默许了他的注视，于是养成了习惯，结果如我预料一样撞上了枪口。另外，对愚者先生态度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直接就给予了外界暗示，胆大可见一斑，这说明以往吃亏还不够啊。今天的教训应该足够他铭记很久。再想想他梦境里的状态，这一切好像也挺正常的，子不教，妈之过啊。呵呵，今天也算是顺便敲打了倒吊人先生，敲打了其他成员。克莱恩好笑的无声自语了一句，环顾一圈，平淡无波的说道：就这样吧。听到这句话，灵体刚刚复原的隐者加德利亚一下放松，只觉强烈的疲惫和庆幸正疯狂上涌，让他只想找张安乐椅躺倒休息一阵。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不会有什么好结局了。这位海盗将军暗叹一声，告诫自己不要再玩弄小聪明，不要认为自己的暗示能瞒得过愚者先生，也不要再有窥视他的任何想法。刚才的痛苦对他来说，不比隐匿贤者灌输知识造成的折磨弱，所以他毫无疑问的相信，愚者先生本质上确实是一位神灵，真正的神灵，不可测度、不可窥视的神灵。还好，至少女王知道了她苦苦寻求的答案可以到哪里交换，以后不能再做暗示和提醒了。加德利亚再次侧身，隐于站立的望向了青铜长桌最上手。这一次，他只敢注视桌缘，注视扶手，眼眸内的身子也淡去了不少。一片静默中，他诚恳说道：铭记您的宽容。灰雾里的愚者克莱恩轻轻颔首，不再重复之前的话语。短暂的等待后，魔术师福尔斯抢在正义奥黛丽前，挺直腰背，环顾一圈道：各位有没有兴趣接一个杀人任务？目标是邪教组织的重要成员，感恩于老师多里安·格雷的厚爱，福尔斯最近总想着为对方做点什么。考虑之后，他将目标瞄准了曾经对老师家族造成过严重伤害的那位极光会神使，也许是记录官，也许是旅行家的路易斯·韦恩。他并没有因为得到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就膨胀到认为自己能袭杀一位经验丰富、善于逃命的序列6甚至序列5非凡者。他之所以有类似的考量，是相信背后存在的隐秘组织塔罗会能提供别人无法想象的帮助。隐者女士、世界先生看起来都具备抗衡路易斯·韦恩的能力，他们之一出手，再加上我用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帮忙，并不是没有可能成功。魔术师福尔斯在脑海内勾勒出了最理想的情况。当然，他知道自己目前的存款不足以支付杀路易斯·韦恩这么一位强力非凡者的费用，毕竟830磅连对方一只手都买不到。他很清楚，当初奥黛丽·霍尔小姐为了杀英第4大使，一位序列6的阴谋家，花费的金钱超过了1万磅，同样序列甚至更高序列的路易斯·韦恩可想而知。
福尔斯的打算是答应任务接手者一系列的委托来偿还，也就是说，用帮对方完成一些不方便自己做的事情来抵扣任务费用。在他想来，有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后，自己还是具备一定能力的，能做一些有难度的事项。听完魔术师小姐的要求，隐者加德利亚、倒吊人阿尔杰和正义奥黛丽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在他们看来，这位先生对狩猎非凡者有着特别的嗜好，并且拥有足够的能力。我又不在贝克兰德，不过不能这么回应，要不然就在倒吊人先生和隐者女士面前暴露愚者先生可能只有2到3个卷者的真相了。克莱恩操纵世界，融入对方的感官，嘶哑笑了一声道：“在哪里？什么组织？序列几？能力特点是什么？咦，世界先生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说不清楚的感觉，就像他心情忽然变好了似的。也许他真是遇到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正义奥黛丽突的有所发现，兴致勃勃地猜想起世界先生最近这段时间有可能遇到哪些好事。魔术师福尔斯则欣喜地回应道：“他是极光会的神使，在贝克兰德，以前是序列6，现在可能是序列5，但不确定。他能记录别人使用过的非凡能力并使用一次，善于脱困，很难被包围，也许还能进行临界穿梭。目标是极光会的神使，序列6或序列5，能力近似学徒途径。果然，魔术师小姐不像看起来那么普通和简单，我最开始的判断是正确的。”隐者加德利亚迅速找回了状态，对魔术师竟敢图谋极光会某某先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惊讶。至于是哪位神使，他并不清楚，因为他熟悉的只有细先生和蒂女士。与此同时，克莱恩也迅速做起了评估，极光会的神使不存在无辜的可能，反正都是残害生命的疯子杀，料也不会有负罪感。得罪极光会的事情，我做了也不是1件2件了，序列6或者序列5，在我可以应付的范围内。魔术师小姐描述的记录并释放的非凡能力，我好像见过 A 先生有用过，但不一定就真的是。对我来说，善于逃跑，能临界穿梭，都不用太在意，只要能靠近那位神使，成功操纵到他的灵体之线，他就没法跑了。正面交锋，结果难说，突袭的话，我倒是有不小的把握。当然，能不能成功突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认真思考之后，世界回望魔术师福尔斯道：“我可以考虑接手，但不是最近，至少2个月后，他不清楚在海上还会不会遭遇意外，所以将时间点限制的比较宽松。2个月后。”魔术师福尔斯非常犹豫地重复了时间，这实在太久了，他都不清楚路易斯维恩会在贝克兰德待到什么时候。这时，旁观的倒吊人阿尔杰斟酌着插言道：“魔术师小姐，你是必须亲手杀死那位极光会神使吗？”“不是，你看我都在考虑要不要请世界先生帮忙了。”福尔斯笑笑道。阿尔杰仿佛在思考般点了下头道：“杀人的前提是能找得到那位神使，你能找到吗？”“不能，但我会调查。”魔术师福尔斯坦然回答。“等你有了结果，再让世界动手。”倒吊人追问道。“是的，但我还没有决定。”福尔斯有点茫然，不明白倒吊人先生这一连串问题的用意。倒吊人阿尔杰随即喝了一声：“如果你能确定那位极光会神使的下落，为什么还要花费大价钱请人杀他呢？直接举报给教会不就行了吗？”大雾霾事件后，没有一个教会愿意放过类似的线索。他并不是想破坏世界的事情，而是明显听出了魔术师小姐的犹豫，认为他不再委托的可能最大，毕竟2个月的时间能发生很多很多的意外，所以给点建议，让事情能初步敲定下来。举报给教会，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啊。克莱恩一阵愕然，完全没想到倒吊人先生会这么说。呵呵，大家被倒吊人先生感染的同时，他也被我们影响了。克莱恩旋即释然，颇为欣慰。举报？魔术师福尔斯一下怔住，过了几秒，他才低语道：“是可以。”倒吊人闻言笑道：“那事情可以这样，你先调查目标，寻找他的下落，如果在2个月内有收获，就交给教会处理，若超过了2个月，世界先生有空了，则让他帮忙，你认为怎么样？”魔术师福尔斯认真考虑了下道：“好，到时候我再和世界先生谈委托价格。”第198章新的思路。得到世界颔首认同，敲定了路易斯维恩之事后，魔术师福尔斯想了想，继续说道：“各位，你们谁有陨星水晶和拉瓦章鱼的血液结晶，或者他们的消息？
这是占星人魔药配方的主材料。福尔斯原本打算继续委托，希望同在贝克兰德的月亮先生能帮忙寻找路易斯·维恩的下落，但考虑之后，还是决定自己先尝试一下。确实没有办法或线索彻底中断了，再到塔罗会上来求助。陨星水晶、拉瓦章鱼的血液结晶，这听起来很耳熟啊。这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有占星人魔药配方。对了，熟悉是因为占卜家魔药配方的主材料是星水晶50克，拉瓦章鱼的血液10毫升。占星人的主材料很像占卜家的升级版啊。果然，学徒途径和占卜家途径将来是可以互换的。克莱恩想到这里，忽然有了个灵感。既然鬼法师的魔药配方获得艰难，3条路都非常危险，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相近途径的序列4，比如学徒的？这么一个念头迸发后，他豁然开朗，心里的为难一下消失了大半。而学徒的序列4魔药配方，塔罗会上就存在线索，那就是魔术师背后的亚伯拉罕家族。这么一想，世界望向魔术师小姐的目光都下意识柔和了几分，看得福尔斯莫名打了个寒战，怀疑世界先生已经在构想怎么狩猎路易斯·韦恩。这个时候，愚者克莱恩又记起了一个问题，按照邓恩和戴利的猜测，占卜家途径前面5个序列不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各自提供一方面的非凡能力。然后在序列4这个关键节点，五指合拢，握成拳头，出现质变。队长和戴利女士做这样猜测的时候，只知道占卜家、小丑和魔术师的部分信息。后续的无面人和密友大师用自身的存在验证了这种想法，所以会不会占卜家、学徒以及可能的偷盗者3条途径，并不能在序列4互换，而是要等到序列3。克莱恩刚才的欣喜慢慢回落了下去，他所知道的情况太少，暂时无法做出判断，只能等待阿兹克先生回信。等待出了被真实造物主盯上的海域联络魔镜阿罗德斯，克莱恩思绪纷呈间，忽然听见隐者加德利亚开口道：我有拉瓦章鱼的血液结晶，1份600磅。至于陨星水晶，我知道哪里有，你需要多少克？600磅，非常合理的价格。魔术师福尔斯惊喜回应道：60克。好，2周之内给你，同样600磅。隐者加德利亚简洁明确的说道。就这样解决了。今天的隐者女士好主动，好有参与感。刚才她，福尔斯迅速点头道：没问题，我现在有830磅的存款，足够买拉瓦章鱼的血液结晶了，但2周内还得再筹集差不多400磅，年后的稿酬最近会支付，有150磅的样子，缺口220磅，又得想办法挣钱了。福尔斯飞快就在心里默算起了自己的财政情况。见魔术师小姐只用1分钟就凑齐了魔药主材料，正义奥黛丽再也无法忍耐，小幅度举手道：我希望获得青年心灵巨龙的完整脑垂体，或者黑兽巨蜥的脊髓液60毫升，迷幻风铃树的果实1颗，这是催眠师的魔药主材料。如果只用青年心灵巨龙的完整脑垂体，则无需别的搭配。奥黛丽话音刚落，就听见隐者女士回应道：第5季以来，心灵巨龙近乎绝迹，很难找到。我有办法弄到黑兽巨蜥的脊髓液，但这同样需要2到3周，价格1500到2000磅不等，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迷幻风铃的果实我会帮你打听，但不保证能有消息好高的效率。隐者女士受到惩罚后，对我们塔罗会的归属感好像变强了，更加积极，更加和蔼。正义奥黛丽短暂竟说不出话来，默然几秒，她才微微行礼道：没有问题。旁观的倒吊人阿尔杰忽然觉得事情的发展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被愚者先生敲打并处罚过的隐者一改过去以看和听为主的风格，深入的参与了塔罗会内每一件能够参与的事物，而他作为海盗将军的实力、背景、资源和渠道，立刻发挥出了强烈而耀眼的光芒。这次的阿尔杰差点睁不开眼睛，莫名又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此时此刻，他非常希望隐者女士回归之前的状态。愚者克莱恩同样看得听得有些诧异，我还以为隐者女士会消沉一段时间，并对塔罗会的事情出现一定程度的排斥，结果，难道她是属于不打不听话的那种？教育孩子就是得靠打啊，女王就是打的太少了。女王的做事风格也不怎么样，大帝同样打的太少了。在心里吐槽的同时，克莱恩操纵起世界，让他环顾一圈，低声笑道：你们谁有占卜家途径序列4的魔药配方或者线索？
序列4，世界先生要向半神层次迈进了。正义奥黛丽一阵诧异，他原本觉得自己序列的提升已足够快，对此还有些小骄傲，可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世界先生一下变得好高端。魔术师福尔斯同样诧异，在他心里，阴沉内敛孤僻的世界先生虽然是实力强大的非凡者，但和半神和序列4似乎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谁知对方一下就开始求过序列4的魔药配方了，不愧是愚者先生的眷者。倒吊人阿尔杰则一阵唏嘘，月亮埃姆林和太阳戴里克同样摇了摇头，示意自己都没听说过这条途径的序列4叫什么。还以为能从白银城和血族得到线索的克莱恩，只能无奈的让世界收回了目光。静默几秒，隐者加德利亚开口道：“我需要一滴神话生物的血液。”无论什么神话生物根根石柱撑起的宫殿内，沉默忽然变成了主旋律，这连世界都不太清楚神话生物这个概念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克莱恩为暴露这一点，打算回头向可以请教的对象询问。他操纵世界，默然几秒道：“我会留意的，鉴于这是隐者女士少有的需求。”正义等人也纷纷做出了类似的回答。好，隐者加德利亚对结果并不意外。他之所以开口求购，唯一的目的就是向愚者先生展现融入塔罗会的态度。他认为这比瑟瑟发抖、战战兢兢更有利于消除之前事件的余波。短暂的停顿后，太阳戴里克又要发言，却被月亮埃姆林抢先。这位血族男爵呵呵笑道：“我们这一排的需求都很明确，他要太阳途径序列6公证人的魔药配方。”倒吊人先生希望获得海洋歌者的。听到这句话，克莱恩突然一阵惭愧。他最早拿到蠕动的饥饿时，还想着尽快释放那位光之祭司的灵魂，从他那里获得太阳途径序列6和序列5的魔药配方，然后把它们卖给小太阳。结果这么久过去都未能完成。今晚就到托斯卡特港转转，找个该死的有非凡能力的海盗或黑帮头目应急，不管具体序列是什么，或者直接将光之祭司释放出来。克莱恩让世界略作沉吟道：“3天之内，我会提供公证人魔药配方。”说到这里，他看向小太阳：“你可以考虑用什么物品来交换了。”好的，世界先生。太阳戴里克欣喜回应。至于倒吊人需要的海洋歌者魔药配方，大家同样还是没有线索。月亮埃姆林随即清了清喉咙道：“我的需求和上次不太一样，我希望你们帮我找到这些原始月亮的信徒，每一条有效的线索，我都支付100磅，直接锁定500磅。”他望向愚者先生做出请求，得到了许可，然后具现出了5张类似通缉令的事物，每人1份，共5份。他本人和太阳戴里克没有。克莱恩操纵世界拿起，随意浏览了一遍。加利斯凯文、丹迪、劳拉、温莎贝林、阿尔戈斯，实力都不弱啊，至少相当于刚诞生的吸血鬼。他无声自语记住了相应的信息。完成自己的事项后，月亮埃姆林对竞赛获胜又多了几分把握，放松的靠住椅背，等待别的成员提出需求。这一次，所有人都未再开口。愚者克莱恩见状，呵呵笑道：“进入自由交流环节。”唰的一下，正义奥黛丽、倒吊人阿尔杰、隐者加德利亚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太阳戴里克。他们记得太阳之前说过，他这段时间可能被安排一个涉及巨人王庭周围区域的探索任务。第199章侧面回答。处于视线焦点的太阳戴里克没有局促，迫不及待地说道：“这段时间，我跟随首席率领的探索队伍来到了下午镇，这是前往巨人王庭的必经之路，这是分隔神话与现实的大门。”他的开头很好的引起了塔罗会众位成员的兴趣，各自姿态不一的等待起下文。戴里克省略了沿途不太重要的经历，直接从来到下午镇讲起，先是描述了那里的灰暗死寂风貌，接着说起3人小组是怎么发现那个地下室祭台的，自己又是怎么分辨出乌洛留斯、梅迪奇和萨斯利尔的名字，不知不觉进入城镇另一面，看见暗天使等称号和救赎蔷薇这个词组的。说到这里，他再次感谢了愚者先生，感谢他帮助自己脱困。然后戴里克简单介绍了自身影子变成的怪物，重点放在了办他教堂里那位不断忏悔的圣职人员身上。他用自己的话语复述了那些句子，并提及圣职人员要说出第4个天使之王的名字时，突然自毁，被透明的火焰烧成了灰烬。又知道一位天使之王了，而且下午镇的氛围真的很阴郁吓人，圣职人员的忏悔很有灾难预言者的感觉。奥黛丽津津有味的听着，
对自行空白和不能说出的两个名字非常好奇。就在这个时候，太阳带里克侧身望向青铜长桌最上首，虔诚地问道：“愚者先生，是谁诱惑了暗天使萨斯利尔？第四个名字又代表着谁？为什么不能说出口来了？”挥舞之后的克莱恩笑容险些僵硬。他之前急匆匆将小太阳丢回现实世界，就是害怕他问类似的问题。当时他担忧的是小太阳询问暗天使萨斯利尔相关，现在遭遇的则是更无从知晓答案的问题。幸运的是，魔术师不做无准备的表演。那天之后，克莱恩毫无疑问有认真考虑过该怎么作答类似的问题。此时他心中有底，右掌轻落于扶手，目光含着意味深长的笑意道：“因为是隐秘，他用自己的眼神和肢体动作暗示塔罗会众位成员，此隐秘非正常词义上的隐秘，有更深层次、更具体的指代，但究竟是什么，你们自我领会。神灵有深意暗藏。”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忏悔了一下，认为自己真是越来越有神棍风采了。同时，他也感慨隐者的窥视有时候得归因于自己的诱导，因为愚者先生会用眼神和肢体动作做额外的提示，所有的成员都会下意识观察他的态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靠这些，我怎么装得下去？我又不是真的邪神。克莱恩内心一阵唏嘘。隐秘，名字本身就等于隐秘，愚者先生想提示的内容就在这里。哪些名字本身就等于隐秘呢？序列灵这个层次的真神，倒吊人阿尔杰一瞬间想到了很多，并结合小太阳之前讲述的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的猜测。当名字本身都成为了隐秘，那说明这件事情涉及真神，而且很可能有黑夜女神参与，因为她是隐秘之母。神器之地极端危险的黑暗侧面印证了这一点。隐者加德利亚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愚者先生的提示，做出了不太确定的推断。与此同时，他几乎可以肯定那位圣职人员所指的巨大灾难是结束第三纪元的大灾变，遭诱惑的天使之王，堕落的下午镇居民，被一点点腐蚀的城邦，绽开了一朵黑色的灾难之花，这埋葬了一个纪元，制造出了一个神奇之地。好沉重的历史感，加德利亚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了两句。塔罗会众位成员思考的时候，愚者克莱恩也在分析名字为什么会空白，为什么无法说出口。难道是神灵的真名？诱惑暗天使萨斯利尔的是真神，第四个名字代表的天使之王后来也成为了真神。但是我又不是没说过神灵的真名，原初魔女奇克被公认为和七神一个层次，结果还不是没什么事情发生。也许和用的语言有关，鲁恩语、因蒂斯语、福萨克语乃至古福萨克语都是不能撬动自然力量的语言，而白银城通用的巨人语可以，那位圣职人员用的应该就是这类语言。回头试试用巨人语念奇克，然后当场去试，作死成功。算了，而且一个名字空白，一个名字没法说出来，表现也不一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时候见小太阳懵懂迷茫，没法理解愚者先生意味深长的提示，倒吊人阿尔杰主动解释道，那两个名字可能分别代表两位神灵，所以才不可言说。也许是真实造物主诱惑了暗天使萨斯利尔，才导致几位天使之王和下午镇居民堕落，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只有他在你们神器之地拥有神庙和神像。第四个名字对应的天使之王可能在灾难里获得了极大好处，成功晋升为了真神，这和我的猜测差不多，但都是没法肯定的事情。隐者加德利亚没去补充，他并不认为自己和倒吊人的猜测就是事情的真相。正义奥黛丽魔术师福尔斯和月亮埃姆林一边听得非常认真，一边不由自主的在心里感叹，讨论类似事情时，塔罗会总是显得特别高端，什么天使之王，什么邪神真神，什么古代秘密，都只是一个名词而已。这样啊，我明白了。太阳代里克有所了然，又一次诚恳地向愚者先生道谢。他正要转回身体，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有些担忧地问道：愚者先生，离开神器之地的关键真的在巨人王庭吗？这么久过去，他已经接受了倒吊人先生关于白银城所在区域是神器之地的说法。我是这么认为的，但问题在于，我没法肯定啊。不去寻找海边，转而探索巨人王庭，应该是牧羊人洛威亚的提议，这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判断，但也不排除是阴谋。愚者克莱恩的笑容又一次接近僵硬，他念头急转，
迅速想到了一个又不用做正面回答，又不会降低愚者先生位格的办法。他当即姿态轻松的笑了一声，侧头看向隐者加德利亚。说起这件事情，贝尔纳代已经知道怎么进入神器之地。加德利亚立刻回想起了模糊记得的梦中画面，下意识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是那个投影。”他话未说完，突然警觉自己又在打量愚者先生，连忙闭上眼睛道：“我的窥秘之眼属于本能，只能加强，无法关闭，必须依靠神奇物品来封印，而这里没有。”这样啊，克莱恩轻轻颔首道：“你可以具现一副眼镜出来。”是。愚者先生加德利亚按照吩咐具现其眼镜。这个过程里，克莱恩些微撬动灰雾之上的力量，将它们融入了那副眼镜里。等到加德利亚戴上，不出意料的发现窥秘之眼被封印了。魔术师福尔斯等人直到此时才明白，隐者女士的眼睛非常特异，与窥秘有关，无需开启就能使用。难怪我们什么都没察觉，隐者女士就因窥视愚者先生遭受了严重创伤。正义奥黛丽有所恍然的动了动嘴唇，解开了之前的一个疑惑。想到隐者之前打量过自己，想到在这里穿过风。暴教会的圣职人员服装倒吊人阿尔杰一张脸显些变黑。愚者克莱恩没去等众位成员平复情绪，低笑回应了隐者加德利亚刚才的问题：“是那个投影，巨人王庭的投影。”原来那是巨人王庭的投影。隐者加德利亚惊喜低语道：“旋即，他有些恍惚的想到，他应该也知道这个答案。”太阳戴里克用几秒钟的时间消化了愚者先生和隐者女士的对话，隐约明白了一个事实：进入神器之地的钥匙与巨人王庭的投影有关，所以离开神器之地的关键真的在巨人王庭。太阳戴里克内心一阵战栗，有些激动的低头道：“谢谢您的解答，愚者先生。”呼，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只觉这样的场景简直太消耗脑细胞了。倒吊人阿尔杰则收敛住情绪，左右看了一眼，望向隐者道：“巨人王庭的投影在哪里？”他不敢就此询问愚者先生，因为他之前在神器之地的问题上被拒绝过。加德利亚坦然回答道：“在苏尼亚海最东面的那片海域，在夜晚的梦境里。我正想和你们分享这次去那里的一些见闻。”正义奥黛丽和魔术师福尔斯同时放慢了呼吸，兴致勃勃的等待隐者女士讲述那必定很奇妙的见闻。第200章觅食。隐者加德利亚控制住自己，没去看世界格尔曼，嗓音沉缓的说道：“加尔加斯群岛东北方向有一条安全航道可以进入那片危险的海域。”他从分隔海水的深渊裂缝讲起，描述了不可注视的太阳战车，必须沉睡才能躲避的夜晚，充斥整片海洋的可怕异语和梦境世界里位于山峰对面的巨人王庭投影。这个过程里，他没有提格尔曼斯帕罗一句，刻意避免带出对方。至于途中的其他异常，他仅简略讲了几句，比如能让头发野蛮生长的有大地母神气息残余的海域。到了最后，他将重点放在了沉睡有尸体的海面遗迹和写着不老泉血字的冒险家帆船上。这也许代表不老泉就在那个遗迹内，能发出巨大喘息的尸体是看守者隐者加德利亚说着未来号上的普遍猜测，但这不等于他的判断。不老泉，海上6大宝藏传说里的不老泉。倒吊人阿尔杰听得怦然心动，不由自主考虑起序列5之后探索那处遗迹的可行性。正义奥黛丽认真听完，幅度很小的摇了下头。我不认为血字的最终意思是不老泉在那片遗迹顿了一秒，他尝试着做起了死者的心理分析。一个遇到怪物袭击，即将死去的人不会做点名宝藏的事情。如果他想提醒后续的同伴或前来寻找他的亲人，他更应该写的是这里有危险，或危险的源泉是什么。如果他是打算告诉路过的船只这里有不老泉，那他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在濒死时写类似的东西，除非这里面藏着他的阴谋，引诱人去那片遗迹寻找不老泉的阴谋，而且阴谋会让他得到拯救。对，换作是我也不会在死前拼命想告诉别人这里有宝藏。对我来说，这有什么意义呢？月亮埃姆林附和着说道，只有仇恨，只有刻入骨髓的仇恨，才能让我在临死前写这种东西。否则，我宁愿告诉别人我该怎么下葬，需要哪些陪葬品。说到最后，他啧了一声，摇了下头。克莱恩微不可见颔首，操纵世界，暗哑开口道：“不老泉是骗局。”他用的是绝对的肯定句，没添加也许可能应该等词语。不老泉是骗局。加德利亚看了世界一眼，若有所思的收回了目光。
这似乎印证了他内心的某些猜测和想法。倒吊人阿尔杰则听得皱起了眉头，他不是不认可师姐的判断，或者认为正义小姐和月亮先生的说辞一点道理也没有，而是发现自己刚才完全没考虑这方面的可能。对他来说，这是不应该犯的错误。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会被巨大的利益短暂蒙蔽住双眼。他静默几秒，呼声叹息。交流完各自的见闻，众人开始教导小太阳古赫密斯语，并从彼此处学习着神秘学领域的一些知识。时间飞快流逝，愚者克莱恩在众人默契停止后，环顾一圈道：“就到这里吧，遵从您的意志。”正义奥黛丽当即起身，虚提裙摆行礼，其余成员与他几乎不分先后。看着一道道模糊的身影消失于眼前，克莱恩没急着离开，具现出羊皮纸和原副钢笔，写下了一条占卜语句：“我今生序列斯的希望。”放好钢笔，克莱恩拿着羊皮纸后靠住椅背，一边闭上眼睛进入冥想状态，一边默念起占卜语句。7遍后，他飞快沉眠，来到了梦境世界。灰蒙蒙的天地裂开，他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山峰，山峰顶端有一片坍塌衰败的宫殿，墙壁上长满了杂草和青苔，出现了明显的破洞。宫殿的大厅内，最上首有一张由石头雕刻成的巨大座椅，它镶嵌着暗淡的黄金和宝石，多有斑驳和损坏。这不像是给人类准备的座椅上，无数的透明蛆虫抱成了一团，它们密密麻麻的交缠着，缓慢蠕动着，不断生长着。座椅的周围，则有一羽声穿透漫长的时光和历史而来，虚幻缥缈，回荡不休。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一语入耳，克莱恩一下惊醒，脸庞微有皱起，真的是在霍纳奇斯山脉主峰，而且比以往看得更清晰，听得更清楚了。这让他想起了神秘女王贝尔纳代预言时的那句话：“你的命运在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这就是我的命运吗？”简直想让人叛逆，就是不去。哎，不能绝对，看情况吧。克莱恩叹了口气，将埃姆林怀特那家伙提供的5张通缉令具现了出来，结合已有的信息，用占卜的方法寻找起那5位原始月亮信徒的下落。最终，碍于信息不足，他只能确定2点：加利斯·凯文、温莎·贝林、阿尔戈斯都在贝克兰德，丹迪和劳拉一个位于恩马特港，一个在普利兹港，这等于没有收获吗？克莱恩摇了摇头，返回了现实世界。想到已经答应小太阳3天内提供公证人的魔药配方，他披上外套，戴好礼帽，准备出去寻找目标。打开房门，来到楼梯口，克莱恩看见安德森·胡德用手转着猎鹿帽，哼着乡间歌谣，一步步走了上来。这家伙的心理恢复能力很强啊，早上才被半神教训，被逼道歉，答应要求，现在就一点也看不出阴影了。难怪他能成为序列5的强者，仅凭这份心理素质，就不太容易失控。克莱恩看着对方，轻轻颔首，算是打了个招呼。下午好。格尔曼·安德森笑呵呵摆了下手，赏金和特性钱都拿到了，我马上把尾款给你。他边说边从不同的衣兜里拿出厚薄不等的钞票。很顺利吗？克莱恩不含感情色彩的评价了一句。安德森顿时笑道：是啊，比我预想的顺利多了。那些脑子里本该长满花岗岩石的家伙出奇的和蔼，有效率，讲礼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被幸运女神眷顾了。没有这个神，克莱恩毫不留情的戳穿了对方的幻想。不要这么认真，生活嘛，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安德森将1200磅尾款递了过去。其实我很清楚是怎么回事，肯定是那位先生不想我浪费时间，暗中叮嘱了那些人。克莱恩瞄了眼钞票，用手捏了捏，随口问道：有确认是哪些海盗带来的问题吗？他问的是昨晚哪些猎物引来了那位操纵师。没法确认。安德森苦笑一声道：你以为我事前没有确认过吗？我虽然在你面前表现的满不在乎，但实际上我提前有调查猎物的背景和情况，避免惹到不该惹到的人。谁知，只能归因于厄运缠身。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谨慎很多啊。也是，他前一个序列叫阴谋家。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想了2秒，转而淡漠问道：这里谁最该杀？安德森先是一愣，旋即嘿了一声。不过你得考虑好，我并不想在完成那位半神的任务时发现你是同伴。放心，我们不一样，我是占卜家，我有各种遮掩情况的办法，不会被人找上门来的。而且
那是观众途径的半神，并不擅长占卜和预言。克莱恩保持着格尔曼特有的冷峻姿态道：“你不用管。”安德森顿时竖起了拇指：“你的疯狂让人赞叹。”他想了想，补充道：“最该杀的是新鲁恩党的莫索纳，他是海盗们最好的朋友之一，掌握着一种基于大麻或者别的什么植物的高成瘾性药物，这帮助他控制了托斯卡特政府和警察局很多人，是这里最有分量的黑帮头目。他做过很多案子，杀过很多人，但基本是借助海盗完成的，明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呵呵，这家伙本身不是非凡者，杀他的难度在于麻烦，对，麻烦。他随时都有3到5名源于不同海盗团的非凡者提供保护。屋顶、房间外、窗户下方全是他的人，要想干掉他，只能强行闯过去，弄死大部分人。我有这个能力去做，但太麻烦了，也有一定的危险，事后还会成为通缉犯，所以我没去对付他。对付了他家的保险柜，把偷盗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之前听说托斯卡特以种植园经济和海盗黑市贸易为主，顺带繁荣了酒吧、妓院和赌场行业，没想到这里还有新型毒品。可莫索那是普通人，不是非凡者啊。正好，蠕动的饥饿缺少食物。克莱恩点了点头，示意安德森讲得更详细一点。傍晚时分，橡树酒吧内，一场拳击赛即将在擂台上开始，许多酒鬼拿着杯子围到了旁边，他们仿佛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们，一边下注，一边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等话语。这里是新鲁恩党老大莫索纳的产业，举办的拳击赛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那就是允许死人。莫索纳对这近乎古代决斗的比赛非常喜爱，经常会来观看几场。现在他就坐在2楼，俯视着擂台。他的周围散布着许多保镖，戒备着前后左右上下每一个地方，里面不乏他海盗合伙人派来的非凡者和他花费巨额资金聘请的资深冒险家。这些人侧对或背对着莫索纳，将他围在了中间，不让任何人靠近。左轮、步枪和猎枪等全部展露于外，震慑全场。确定了情况的克莱恩按住礼帽，进入酒吧，一眼就看见了正抽着雪茄的莫索纳。这位黑帮大佬有一张极具辨识度的脸孔，无论酒糟鼻还是稀疏的眉毛都非常有特色。克莱恩收回了视线，先是去吧台要了杯4便士的本地麦芽啤酒，然后挤到了2楼栏杆下。虽然他没在莫索纳正下方那里被严密保护着，但距离对方已是不远，5米之内了。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端着酒杯望向了拳击台。